长见十里无霓虹，看你消失于天地，但不会最初的相遇。相遇你，厮守却抵不过流言蜚语。站在岁月里凄凉，看世梦蹒跚。 笑着人世里虚假，最美就闪燃。是非千变，红月千言，浮云在你的面前。谁斩得了命运天关？谁断得了这些理论？一生痴醉大梦千年，难忘这情深似剑。一生痴醉大梦千年，忘不了这情深似剑。假如落花惊风，雪如烟。 景川师兄，上一届武风大比，药王峰可是夺得了第2名呢。药王峰今年连个真元境巅峰的弟子都没有，应该与前3无缘了吧？排名如何？要比过了才知道。下一场，浩与虎对战徐白。 聂风，别以为真元境中期你就多了不起，跟我们浩家做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下一场，颜若冰对战张峰。下一场，聂风对战阮星辰。怎么还有真元境中期的弟子？真元境中期都能上场，药王峰这是有多凋零？是啊。真元境中期就这么强？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啊！聂风，你给我等着！第一轮结束，8人晋级。下一轮，第1场，浩一虎对战岳思明；第2场，浩飞田对战魏雪怡；第3场，浩化元对战颜若冰；第4场，星野对战聂风。景川师兄不必沮丧，聂风和颜若冰能进入8强已是不错。你们怎么这么肯定聂风和颜若冰只到8强呢？景川师兄，你未免太有信心了吧？颜若冰暂且不提，那个聂风和星野之间，
可差着2个层次呢。第1场浩一虎胜，第2场魏雪宜胜，第3场浩化元对战颜若冰。浩化元好歹也是个真元境巅峰的武者，颜若冰这一轮也到头了。以前居然没发现，这颜若冰的美貌可真是不错呀。妖王峰颜若冰，请赐教。若冰师妹，师兄让你3招，如何？不必，我若出手，你未必能坚持3招。啊！哼，3招就想战胜浩化元师兄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倒要看看师妹究竟有多强，竟有这种口气。电飞鸿，嘿！玄冰指。糟糕！玄冰幻阴印。玄水真典竟能修炼出如此强大的寒冰真气。景川师兄，他的寒冰真气如此强烈，是因为他有阴寒属性的特殊体质吧？你藏的可真够深的呀！承让。第4场，星野对战聂风。景川师兄，不好意思了，虽然聂风天赋不错，但是对上星野，他毫无胜算。星野实力之强，远胜于普通的真元境巅峰。就算聂风也有特殊体质，他也胜不了星野。剑意凝石，竟然是剑意凝石！这可是素魂境尊者才能领悟到的剑意凝石。他不是真元境中期的修为吗？剑意凝石是我刚踏入真元境的时候本能觉醒的，现在我的精神强度还远不及武王时的些许半点，但也足够震慑他们了。景川师兄，你竟收了2个如此惊艳的弟子，尤其是那聂风，剑道天赋如此出众，日后必成大器啊！还好还好，未来能走多远，还要看他们的机缘造化。若你们知道他们一个是真阳之体，一个是太阴之体，定会比现在更惊讶。哼，至少现在聂风的修为还不够高，这一战星野必胜。哼，没想到这家伙的剑道天赋这么高，若在同境界同层次，
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惜他现在还是真元境中期，与我差2个级别。你有很强的剑意领悟，可惜修为太低，刀剑无眼，你可得当心了。战天诀，我曾与很多修炼过战天屠戮的武者交过手，败定了。聂风玄火剑法的造诣已经达到登峰造极之境，在他手中发挥出的威力，完全不亚于昊天剑路。聂风竟将玄火剑法修炼到这种地步了。风雨连城，烽火连天，你敢伤我？刚才谁说刀剑无眼？既然你怕受伤，直接认输不就好？你，青川师兄，你这个弟子竟如此心狠手辣！哼，星爷有什么想法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还是说，只能星爷伤聂风？你，宗主，五峰大比，比的是实力，还是比交规呢？当然是实力。那就好。如若有人受不了受伤，最好趁早退出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啊？是啊，怕受伤就别参加呀。输了就别狡辩了，让星爷速速退下。星爷，快给我滚下去！第4场，聂风胜。聂风师兄好厉害啊！你和若冰师姐太为我们耀王峰争光了。是啊，这个星爷修为比聂风高这么多，居然还能落败。哼，你不也是一样，被聂风越2级击败？那是意外，他只不过是碰巧破了我的昊天剑路。昊天剑路是我昊家绝学，代表着昊家的威严。你用昊天剑路都能被人越2级打败，不是更丢人吗？哎呀，好了，虎哥，你就别说我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对付聂风吧。哼，我可是昊音龙的亲弟弟，除了我哥以外，本宗年轻一辈谁是我的对手？那是，那是。最后一轮比试，第1场，由昊一虎对战聂风。昊一虎师兄可是除了昊一龙师兄外，本宗的第1天才。我看聂风的胜算不大。是剑意，
唉，聂风这下凶多吉少喽。小心。昊天峰昊一虎，请赐教。药王峰聂风，请赐教。若这一战聂风获胜，那么第一非他莫属。到时候，他就能进入剑塔学习昊天剑典。可昊天剑典向来是昊家弟子才可修习的功法，外姓弟子始终。一虎，此战若败，就去祠堂对着昊家列祖列宗罚跪1个月。啊！可见！玄火剑法。不会吧，一虎师兄居然占不到半分便宜！这聂风仿佛能看穿一虎师兄的剑招，他为何每次都能化解我的招式？啊！这个聂风，在剑道领悟方面明显胜出一虎许多。一虎每次出剑，聂风都能精准抓住破绽，进行反击。你们可不知道我对昊天剑典有多了解。昊一虎，你就这点能耐吗？电飞鸿！哈！气满乾坤！气满乾坤虽然剑气密布四周，但每道剑气的威力都不强，只是数量多而已。河岸烽火！日荒狂！果然是这种。南阳落日！真阳剑诀是我以众多顶尖剑术融合而成，比昊天剑典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又是真阳之体，根本毫无胜算。聂风施展的是什么剑术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无需再战了吧？
我堂堂宗门天骄，怎会败给你一无名小卒？哎呀！一虎哥，庄云，真有你的！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剑术？黄景川可不会这样的剑术，谁教你的？什么？这么厉害的剑术，竟然不是昊天宗的？不会是别的宗门派来的卧底吧？还好我谨慎，没有施展紫阳宗的绝学。这是我自创的剑招。这怎么可能？自创的剑招真元剑就能自创出如此厉害的剑招？昊天剑典可是1等1的剑术，他被昊天祖师还天才创出的剑招破掉？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？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聂风刚才使用的，既不是紫阳宗的焚天剑典，也不是万剑宗的万剑罡气，世间没有哪个剑术能与之匹配，足以证明这个剑招只能是他自创的。他这般年纪，这等修为，怎能创出如此玄妙之剑招？我看八成他有什么奇遇，或者入了什么遗迹，获得了某种失传的上古剑术吧。这确是我自创的剑术。聂风是难得一遇的剑道天才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你先下去吧。好，好，总算蒙混过去了。聂风如此厉害，看来我们药王峰这次终于不用垫底了。哎，不但不用垫底，还很有可能是第一呢。不对，第一、第二都是我们的。听说上一次这种光景，还是在800年前呢。800年前？哼！要是一龙师兄在，这个聂风绝不可能有。嘘。还说我丢人，结果你不也一样？被打败了不说，竟然还装晕。下一场，魏雪怡对战颜若冰。下一场，魏雪怡对战颜若冰。魏师姐身为荡天峰主脉弟子，不但身份尊贵，天赋绝佳，长相也十分出众，绝对是咱们昊天宗的第一美人。第一美人，我觉得还是颜师姐更美见，特别是她的气质，冰山美人呢。药王峰颜若冰，请指教。荡天峰魏雪怡，请指教。战天八式。玄冰指。雕虫小技。我虽然斩断了他的指劲，却无法阻止寒气入体。嗨！玄冰幻阴焰。
你输了。啊！魏师姐可是和一虎师兄齐名的天才，居然败了。没想到颜若冰和聂风一样，也能越级败敌，包揽五峰大比第1名和第2名。聂师兄和颜师姐太厉害了，今天我们药王峰算是扬眉吐气了。聂风、颜若冰，若他们成长起来，日后必会壮大药王峰。到时候，一虎多次刁难聂风，我也曾凭借身份打压过他和黄景川。黄景川世代都是昊天宗之人，应无危险。但聂风心思深沉，不得不防。昊天宗已有一龙这样的盖世天骄，无需多余的外星天才，得寻个时机除掉聂风。这场比试，颜若冰胜。下一轮第1场，聂风对战颜若冰。如果颜若冰赢，只要他加入昊家，昊天剑典就不算外传。我认输。什么？多谢师姐。没事，在我心里，你有资格拿第一。没想到颜若冰竟然弃战。下一场，昊一虎对战魏雪怡。啊？这一战我认输。你还要再战吗？现在只剩第2名可争，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我弃战。此次五峰大比正式结束，第1名聂风，第2名颜若冰，第3名昊一虎。根据昊天祖师定下的规矩，五峰大比排名第1的弟子即可进入昊天剑塔修炼。聂风，恭喜你！昊天剑塔中有我昊天宗的至高剑术昊天剑典，你进去以后要努力修习，不要辜负了昊天宗对你的栽培。弟子定当全力以赴，不负昊天祖师之期望。昊天祖师将昊天剑典分成3个部分，置于塔内的3层中，每一层都有3个关卡考验。通过第1层的所有考验，你就能获得昊天剑典真元篇；通过第2层、第3层的考验，则能获得素魂篇和真灵篇。每一场考核的难度都很大。你虽然是真阳之体，拥有越级对战的能力，但还是要小心应对。师父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既然你有信心，那就大胆进去闯关吧。昊天剑塔的闯关规则我再清楚不过，前世我就闯过了第2层，获得了真元篇和素魂篇，而这一次，昊天剑典真灵篇，我势在必得。真元篇的御简，第2层的难度会比闯关者高上1个境界。来吧！
会搞出2个境界。前世我就止步于此，今生我绝不会输。玄火剑法，他竟比皓一虎还强。残阳落日，结束了，我终于做到了，御剑能。为何此人如此眼熟？昊天老祖，他怎会出现在此？昊天宗药王峰首座亲传弟子聂风，拜见昊天老祖。没想到还真有人能够闯过剑塔9关，而且还不是我昊天的子孙。为何在他身上感受不到气息？听说，修炼到5圣境界之后，精神意志便可凝实显化，称之为显圣。现在的他，难道只是精神意志？我虽不是老祖您的子孙，但也是昊天宗弟子。一直以来，我最崇拜的人就是老祖。你不是我昊天的子孙，也就没资格学习完整的昊天剑典。我们昊天宗不需要外星天才。果然是个骗局。如果你只闯过前2层，将会是我昊家的得力战将，但你偏偏闯过了第3层，足以威胁到昊家根基，所以就此安息吧。昊天老祖，你若真身还在，倒是有资格定我的生死。可惜你现在不过是一道意志分身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妄！哼，小子，胆子挺大呀！炼苍穹！小子，你和紫阳宗是什么关系？无可奉告。哼，还挺嘴硬，那就去死吧！不好！
太阳落日，这可是素魂境才能展现出来的实力。紫电飞鸿。 这是什么剑术？刚才那招叫残阳落日。昊天老祖，再接我一招，阳耀天苍。天破苍穹。此招一出，杀敌必自焚。怎么可能？我体内的真元已经耗尽，现在一个最普通的真元境初期武者都能轻松将我杀死。没想到这昊天剑塔的第3层，竟然是个骗局。昊天老祖身为昊天宗的开山祖师，堂堂武道圣主，却不打算将昊天剑典传给外人，真是只老狐狸。他定是想着，若是外姓弟子闯过1、2层，昊家还能掌控，作为战将培养不会产生威胁；若能闯过第3层，将来如果脱离昊家掌控，就会成为昊家忌惮的存在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扼杀。哼，但是想除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刚才是他的意念，那他的真身，按理说2000多年了，昊天老祖应当不在世了吧？前世，我和昊天宗斗了多年，把昊天宗压得抬不起头来。那种危急形势下，昊天老祖都未现过身。他若还在世，我将避无可避。算了，目前只是猜想，不如先在昊天宗待着。想从昊家手中取得昊天剑典真灵篇，还得另寻他法。哎呀，哎，出来了！这，你怎么伤了元气？师傅。我本想获得完整的昊天剑典，可这第3层的难度实在太大。我拼尽全力也没能闯过。何必呢？得到昊天剑典的真元篇和素魂篇已经不错了。若损了武道根基，可划不来。回妖王峰，我帮你好好调理身体。看样子是没得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宗主，下去吧。昊天剑典乃是我昊家不传之宝，岂会轻易让一个外人得到？剑塔3层9大关，至今还未有人可以完全闯过。聂风此子心性狂傲，让他吃吃瘪也好。他既然获得了真元篇和素魂篇，将来也就在素魂境巅峰，难与武王争锋。他若老老实实做我的昊家战将，倒也可以提拔一二。如若不然，自那之后，师父拿出许多珍稀药材为我调理身体，很快我便恢复了元气。不但如此，我的体质也比之前增强了许多。经历了这一次武风大比，我彻底明白，想让昊天宗交出昊天剑典真灵篇，基本不可能。想要获取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抓住昊家的要害，逼他们不得不给。只有强大到整个昊家都无法反击，才能让他们拿出真灵篇做交易。而那样的实力，
至少需要武王级别才行。我现在还差得远，在那之前，我必须韬光养晦，暗中修炼烈阳真火诀。另外，我还有焚天剑路、紫阳花击手和大日焚天掌3门武功的心法，加上前世修炼的经验，待修炼有成时，就算浩一龙出关，也不足为虑。这封印秘法着实不错。师傅和若冰都没看出我已经突破到了真元境巅峰，还以为我在真元境后期。凤鸣省，在九域大陆的中央，有一个名为炎荒域的地方，在那里有许多古迹和秘境。我前世获得的那颗神炎珠，便是出自炎荒秘境。历来，修为达到塑魂境或者真灵境的武者，若想要再进一步，若非领悟各种武道真意，只有寻找强化神魂的宝物才能提升。8域中，能够强化神魂的宝物少之又少，但炎荒域的古迹秘境中却有很多。其中，凤鸣山便是传闻中上古神兽凤凰的栖息地。那里的火焰异常澎湃，有着别于他处的天地规则，连真灵境武王都无法踏足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那里便会响起凤鸣之声，传遍整个九域大陆。凤鸣的时间，有时相隔100年，有时仅相隔数年。每当凤鸣声出现时，凤鸣山的规则就会减弱。到那时，武者的修为越低，反而受到的压制会越弱。在凤鸣山的山巅之上，有一个凤凰洞，洞中每隔数年就会孕育出一枚形似凤凰的火种，人们称之为凤血精炎。对火焰系武者而言，凤血精炎是十分难得的宝物，若将其炼化，就能大大增强操控者的实力，塑魂境便可越级对战。如果让凤血精炎吞噬火焰进化，进化后能发挥出可怕的威力，越级对战武王都不成问题。炎荒域中的炎荒秘境，每隔12年便会开启一次。我前世进入的时候36岁，得到了宝物神炎珠。最近的一次，大约4年后就会开启。但是，这次的凤血精炎，我也势在必得。有了凤血精炎和神炎珠，当我达到真灵境时，实力将会远远超过前世。如果再能得到昊天剑典真灵篇，悟出真阳剑诀的第4式剑招，到时候，就算面对诸多武王，都可无惧。师弟，师父让我们过去。来了。凤鸣山的情况，相信你们的师父都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我就不再多言。记住，这次是8大宗门天骄的一次较量，我昊天宗乃8宗之首，绝不能输给别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出发。凤鸣山上一次出现凤鸣还是在100年以前，所以这一次凤凰洞内肯定孕育出了新的凤血精炎。因为凤鸣山有独特的天地规则，修为越高，受到的压制就越强，尤其是山巅，只有真元境的天骄才能够到达凤凰洞。你们2人都是真元境的顶尖天骄，登上山巅应当不难。
这凤血精炎不仅可以提升武者的实力，还是炼丹的绝佳火焰。聂风，它对你来说作用极大。徒儿明白。若冰此次同行，可助你师弟一同争夺凤血精炎。凤鸣山上还有一种宝物，叫凤炎玉，能够大大提升火系功法的修炼速度，增强速魂境武者对火道真意的领悟，十分宝贵。凤鸣山的下层由速魂境武者搜集，上层则要靠你们这些真元境的天才去寻找。最终能收获多少，就看你们各自的运气了。那里就是凤鸣山，因为上空有限制，所以不能飞行。好说宗主，好久不见。洪方宗主可好？黄首座，难得见你离开昊天宗啊！偶尔凑凑热闹罢了。灵禅宗和道阴宗距离凤鸣山较远，还在赶来的路上。我们带来的后辈弟子刚刚都上山去了。快来拜见各位宗主。这位是天元宗的袁洪峰宗主，万剑宗的剑空痕宗主，邪王宗的王定武宗主，还有紫阳宗的蓝化阳宗主。晚辈拜见各位宗主。既然他们武宗的弟子已经开始登山，咱们也别落后，去吧。此子体内蕴含真阳之火，莫非是真阳之体？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宝贝了。蓝化阳，前世你我本有师徒之缘，你曾亲自教导我紫阳宗绝学，我对你更是感激不尽。可惜你心存歹念，生生断了这份情谊。若冰是太阴之体，与这山的火焰气息有些相克。我没事。没事。师弟，你不必等我了，先走吧，不然凤血精炎就被别人得去了。语言，虽然我有烈阳真火诀，可以抵挡这里的压制，但似乎已经到了极限。前世有2个对我至关重要的女人，第一个是若冰，第2个就是雨嫣。那时我被昊天宗追杀，多亏雨嫣出手相救，将我带回了紫阳宗，助我在这儿学习紫阳宗绝学，让我拥有和昊天宗一抗的本钱。在我心里，雨嫣和若冰同样重要，只是若冰出现在前，且又因我而亡。我当时一心为若冰复仇，却忽视了对我始终如一的雨嫣。直到复生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雨嫣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。此人为何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是何人？在下昊天宗药王峰首座弟子聂风，见过雨嫣圣女。你认识我？聂某早有耳闻，
语言圣女是八宗天骄弟子中位列巅峰的存在。我如此出名吗？聂公子，我看你体内有极强的火焰气息，甚至超出了真元境的力量。看来，凤血精炎，聂公子是势在必得了。那是，凤血精炎是我囊中之物。不过，我现在还有另一件事要去做。另一件事？你不先去夺凤血精炎，难道去找凤颜玉吗？不，我是去救人。前世，我在此处意外发现了一座阵法，救下了一位被困阵中400年的素魂境武者剑灵峰。剑灵峰是万剑宗剑家的直系天骄，在凤鸣山开启时，他遭同族暗害，被困在名为离火封天的大阵中。幸好他修炼的是火系功法，靠着吸收凤鸣山天地元气维持生命。400年后修炼至素魂境巅峰，却仍未能破阵。那时，我利用在炎荒秘境中学到的破阵之法将他救出，从此，他便成了我的得力助手。直至他为了救我，死在了昊天宗武王的手中。我若提前救出剑灵峰，便可有备无患。而且以剑灵峰的资质，成为武王并不困难。他越强，我就越有底气。这种地方会有人？你不信，干嘛要跟来？不如去找凤颜玉吧。凤颜玉少几块没什么大不了，倒是想看看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嗯。如此隐秘的地方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就好像来过一般。可上一次凤鸣山开启还是100年前，那时他还没出生吧？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山洞？又怎么知道里面有人？我师父告诉我的，困在这里的是他朋友。光凭口述，你就能找到这里？居然有人在这里布置阵法！有人吗？谁？是谁在外面？我乃昊天宗药王峰首座黄景川的亲传弟子聂风，请问需要帮忙吗？黄景川的弟子，黄景川都成了药王峰的首座吗？我被困在此地太久，都不知现在是何年何月了。能再遇故人弟子，已是宽慰。但你帮不了我的。这座阵法只有武王才能破开。这是离火封天大阵，别人解不了，但我能。当真？请阁下稍等，1个时辰后，此阵必破。我剑灵峰，竟还能重见天日！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破阵。它是真阳之体，爹曾说过，我们紫阳宗的开山祖师便拥有真阳之体，所创的烈阳真火诀是最适合真阳之体的修炼功法。他若是我们紫阳宗的弟子，该多好啊！
我剑灵峰终于重见天日！剑空尘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找你报仇雪恨！剑空尘已经练成万剑罡气，是真灵境武王。你想报仇，还没这个实力。小友是黄景川的弟子，正是。多谢小友救我脱离苦海，日后若有用得着我剑灵峰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救你，我的确是有目的。什么目的？在我成为武王之前，你要为我护道，保护我的家族。等我成为武王后，我帮你解决剑空尘，让你学到万剑罡气，如何？这哪里是什么目的？分明是让我占便宜啊！但我年纪已大，不知能不能活到你成为武王的时候。不会很久，快则10数年，最长30载，我必成武王。你连塑魂境都没有踏入，30年能成为武王？雨言圣女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以30年为限，没成为武王我输，成了算我赢。好啊，赌什么？谁赢了就可以命令对方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，不许拒绝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哼。虽然我已年过400，但几十年的时间还是有的。倘若这小子真能拿到万剑罡气，那突破真灵境于我而言轻而易举。小友，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在凤鸣山待了这么多年，对这里的规则压制应该已经适应了。我需要你尽己所能寻找凤颜玉，这样的话就能加快我的修炼速度，也能更早成为武王。这个简单。有他替我寻找凤颜玉，我就可以专心炼化凤血精炎了。你是真阳之体？其实，你的体质进入昊天宗有些埋没了。我紫阳宗的开山祖师就是真阳之体，他留下的武道传承最适合真阳之体修炼。如果你加入我紫阳宗，必然会有大作为。我既已加入昊天宗，若昊天宗不负我，我必不负昊天宗。可惜了。就算是在昊天宗，我一样可以登上武道巅峰。因为机缘安排，雨嫣和我在前世成为夫妻，但是这一世我们注定没有夫妻之缘，还是尽可能保持距离比较好。雨嫣圣女，在下要前往山巅争夺凤血精炎，告辞了。师弟明明比我先走，为何还没有到？啊，在下万剑宗剑流峰，在下紫阳宗蓝雨堂，鄙人天元宗袁向晨，道阴宗宫羽瑶，在下昊天宗颜若冰。你不是昊家之人？请问诸位有没有见到我的师弟聂风？他应该比我更早登上山巅。目前登上山巅的，就只有我们5人。不可能啊！以聂师弟的资质，应该比我提前上来了。或许是你对他的期望太高了。颜姑娘，在你之前，的确没有昊天宗弟子上来。
你那师弟定是去找凤颜玉了。他真的去找凤颜玉了？可凤血晶岩的价值更高啊！这就是凤血晶岩，不错。凤血晶岩与我冰属性天生相克，不过这东西对聂师弟帮助极大。既然他不在，那我替他争。哼。我看其他人就算来了，也没什么资格夺取凤血晶岩了。不如我们现在就比一比。哼，确实。现在还没登顶的人，修为定在我等之下，虚耗时光并无意义。好，你们打算怎么比？老规矩，点到为止，谁实力强，凤血晶岩就归谁。炼化期间，其他人不得打扰。好，马上开始吧。这是哪宗的弟子？速度竟如此之快啊！从那个方向来，刚才干嘛去了？糟了！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他们早比完了。你要是早点来，和颜若冰联手，那凤血晶岩就是我昊天宗的了。哼！看来比试完了，已经进入了炼化阶段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没能争到凤血晶岩，他们实力太强了，特别是道阴宗的宫羽瑶。没事的，你的体质不适合在这里，加上境界又差了一层，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之前去做了点事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。不必再炼化了，这凤血晶岩是我的。狂妄的小子，现在才登上山巅，有什么资格染指凤血晶岩？哼！雨瑶姑娘，你安心炼化即可。想要打扰你，得先过我这关。区区真元境后期，哼！我面前你也敢出剑？只是真元境后期，竟有如此实力。你现在看看，我的实力够资格争夺凤血晶岩吗？够。没想到昊天宗除了昊一龙外，还有你这等人物。哼，雨瑶姑娘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若非战不可，在下就只能领教贵宗的大道天音了。好，
那就请聂公子听上一曲。是精神空间。将音律转化为对神魂的攻击，好手段。之前宫羽瑶对战剑流峰他们都没有动用精神攻击，现在却开启了精神空间。看来在宫羽瑶心中，这个聂风不好对付啊。但是这个聂风再厉害，应该也受不了宫师姐的神魂攻击。看来以真元境后期的实力和他对战，胜算略低呀。他竟然突破了！宫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败了。啊！奇怪，刚刚在精神空间内，他明明已经突破到了真元境巅峰，为何现在又刻意隐藏，将其压制回了真元境后期？罢了，他既有意隐藏，我又何必多想？聂公子的实力不俗，我拜得心服口服。现在凤血精炎归你了。我就知道，你若出手，一定成功。等等，聂风，你为本宗夺得凤血精炎，立下大功。回去之后，我会禀告父亲，让他奖励于你。现在就由我来炼化凤血精炎。让开！聂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想要凤血精炎，凭实力来拿。你是想挑战我吗？聂风，我可是昊天宗宗主之子，你想以下犯上吗？自己没本事就搬出亲爹来压人，我都替你丢人。真是好笑。就是聂风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！还上来做甚？东西都变成别人的囊中之物了。哼！有了真阳之火的滋养，凤血精炎的威力会愈发强大。接下来，等炎荒秘境开启，拿下神炎珠，对抗昊天宗的胜算也会增加许多。
走吧，我们也去寻找凤颜玉。拿到几块凤颜玉啊？啊，我也是。抢走。山上有一个速魂境巅峰的强者，把我的凤颜玉全拿走了。我也遇到他好几次了，啊，每次刚到手的凤颜玉都被他抢了。也不知道他一个速魂境巅峰怎么上去的。就是。你们看清那人的脸了吗？没有，他满头乱发，一脸长胡须，像个野人一样。就是，我的凤颜玉也被他抢了，太过分了，这个人。哎，有人出来了。聂风，你在凤凰洞里对我怎么说的话，有种你现在再说一遍。聂风，你在凤凰洞里是怎么对我说话的？有种，现在你再说一遍。啊，刚才聂某是因争夺凤血精岩一时上头，啊，所以出言不敬，伤害了一虎师兄，实在抱歉，还望一虎师兄大人大量，原谅聂某。聂风，浩家乃昊天宗主脉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重。不要再有下次了，啊！谨记师父教诲。啊，宗主，你看这事儿，打算如何处置聂风？既然他已认错，就算了吧。啊、若再犯，必严惩。谢宗主宽宏大量，你还愣着做甚？谢宗主宽仁。爹，难道就要让聂风那小子一直独占凤血精岩吗？他根本就没把我们浩家放在眼里，将来他还会听您的号令吗？此子的确桀骜，没有半分敬畏。不过，凤血精岩是他凭本事拿的，若强行索要，怕是黄景川也不会答应。这老东西，是把药王峰当成自己的地盘了吗？哼，药王峰只是昊天宗的一部分，爹身为宗主，他就该无条件的服从于你。黄景川精通医道，也为本宗立过不少功劳。为凤血精岩而逼反他，不知道。哼，他还敢反了不成？我辈武者，哪个没点傲气？一虎，你不也骄傲得很？否则不会因为聂风的事一直心意难平。千万别小看一位速魂境巅峰强者的傲气，如遇不公，怎会不反？他敢反，就由我浩家武王出手，让他知道，昊天宗始终是我浩家说了算。你还小，为人处事太容易偏激。昊天宗管理着整个昊天域，仅靠我们浩家人根本不够，必须要团结大多数人才能维系稳定。何况黄景川对本宗还大有用处，非但不能逼迫，还应当尊重。一虎啊，你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，别一口一个老东西。哦。再说，浩家的武王要么在外游历，要么在昊天秘境中助你哥历练，都腾不出手。真要强硬，也不是现在，得等你兄长从昊天秘境中出来。哼，若是兄长出关，哪有聂风那小子放肆的余地？翼龙是天纵之才，将来要成圣的人物，岂能是聂风能够相提并论？而且聂风没有顶尖功法在身，一生的终点也就是速魂境巅峰，在我浩家面前，终究只是蝼蚁。一虎，凤鸣山之事，你不必耿耿于怀。聂风将来若听从号令，就是本宗一员大将；若不听从，铲除他易如反掌。知道了，爹。一笔勾销？哼，怎么可能？聂风，除非你这辈子都不离开宗门，否则我必让你血溅3尺。我
自己获取的凤炎玉，加上若冰和剑灵峰所给的凤炎玉，共有200多块，足够我修炼3年。剑灵峰已经安置在星海商会天苍城的分部，接下来，在炎黄秘境开启之前，我必须加紧修炼，争取再次突破。我的修为随时都能够突破宿魂境，只是若就此踏入真武道，巨大的精神波动必会引发异象，实在太过招摇。我才22岁，如果被人知道踏入真武道，就打破了浩一龙26岁进入真武道的记录，势必会被浩家忌惮。现在，要么压住修为到26岁再公开突破，要么离开药王峰去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秘密地进行突破。待突破成功后，再封印修为，返回药王峰。师傅，我打算下山一趟。这才过去2年，你手中的凤炎玉应该还没用完吧？此时下山做什么？闭关久了，弟子心中有些压抑，很难集中精神。所以想下山舒缓一下心情。那你是一个人去，还是和冰丫头一起？一个人吧。我想回家看看，很快就回来。也好，那你去吧。啊？哼，聂风啊，聂风。我还以为你躲在药王峰里不出来，看来你命数已尽。去。跟了这么久，还不现身吗？你们是血花楼的人吧？小子，反应不错嘛。3个宿魂境尊者，中间那个还是中期的修为，看来请他们出手的人对我恨之入骨啊！小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血花楼的人？我得罪的人不多，最恨我的人当属浩一虎。以他的性格，知道我离开宗门，岂能不下黑手？你们血花楼的底细我可清楚得很。血花楼中宿魂境尊者并不多，通常1位尊者坐镇一府。你们3人能在这里同时出现，身份很好猜。分别是东州府的负责人浩段，青州府的负责人西门林，和江州府的负责人贾全吧。血花楼级别分明，信息都极为隐秘，他怎么知晓得如此清楚？前世，我被昊天宗和血花楼合力追杀，后来我才查清楚，血花楼就是昊天宗暗地里的爪牙，一群专门为昊天宗铲除异己的罪恶之徒。你怎么会知道血花楼这么多事情？敢窥探血花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就凭你们？区区一个真元境后期，竟敢如此狂妄！段老大，对付一个真元境，我们2人足矣。西门兄弟都用不着动手，我一个人便可取下此子人头。不可轻敌，他在真元境中期时便横扫真元境巅峰，
说不定现在的实力能与素魂境一战。况且他身上还有凤血精炎，稳妥起见，你们两个还是一起上吧。好。这小子不赖嘛！战天八式，横扫千军！他的剑法造诣，竟然在我的刀法之上！越战八方！傲天剑典，今日风暴！风卷残云，气满乾坤。小子，你的实力确实不错，可惜在我们面前，你依旧没有半分胜算。你现在唯一的依仗便是凤血精炎，我劝你趁早用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那就如你们所愿。凤血精炎！啊！阳耀天，不是凤血精炎，臭小子，胆敢使诈！战天八式风雨连城！你是真阳之体？哼！就算你是真阳之体，但本座乃素魂境中期。休想在本座面前造次！素魂境中期果然强，同样的攻击，他仅仅只是后退3步，不能再用秘术拼命了。此子当真妖孽，还好一虎公子谨慎，让段老大爷来，否则我们性命休矣。是啊，还好有段老大在。怪不得一虎说此子对浩家是个威胁，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战力，若日后修成武王，对浩家而言，绝对是一大祸患。聂风，你的确出乎本座意料。若你突破素魂境，本座今天也许真会败在你手里。可惜，你终究只是真元境巅峰的修为，再逆天，在本座面前也是死。是吗？我对你们了如指掌，而你们对我却知之甚少。从你们来杀我那刻开始，就已经注定是死路一条。难道他还有别的手段？段老大，这小子肯定是在吓唬你。没错，真元境巅峰绝非素魂境中期的对手。哼，装腔作势，小子，受死吧！宋窥西。血精炎。
这就是凤血精炎。不是说基础的凤血精炎只对塑魂境初期有威胁吗？他的为何又如此威力？在真阳之火温养下，他怎么可能只是基础的凤血精炎？不愧是真阳之体，聂风，你真让我意外。他现在是塑魂境巅峰，怪不得无法察觉到他的存在。蓝宗主在跟踪我。聂风，你可知道，我紫阳宗是由一名拥有真阳之体的武圣强者所创。2年前，我们在凤鸣山有过一面之缘，我当时便知你是真阳之体。可惜你那时已经加入昊天宗，我就算再惜才，也不便多说什么。但是我后来左思右想，始终认为以你的体质，修炼昊天宗的功法，着实埋没了天赋。所以，我便留意着你的动向，见你离开了昊天宗，便一路跟来至此。我紫阳宗拥有最适合真阳之体修炼的武学和功法，倘若你能加入紫阳宗，成为我的亲传弟子，日后必能大放异彩。何况昊家如此待你，你们已经结下梁子，翻脸是迟早的事情。说的好听，其实不过是想拿我做你晋升武王的容器而已。蓝宗主请回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昊天宗。以你的天赋，将来成为强者是水到渠成的事。在昊天宗，你越强大，死的就越快。他们现在就不惜出动血花楼的尊者来杀你，你还要留下？为什么？难不成昊天宗有恩于你？不为什么，我喜欢。哪怕昊家要你死，也要留在昊天宗？当然。荒谬！多谢蓝宗主好意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慢走不送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想干什么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带你去紫阳宗是为了你好，你既然不答应，那本宗主就只能动手了。是万剑宗的闪杀剑法。刚才那一剑，蓝化阳至少要2、3年才可能复原。多谢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恭喜聂公子突破塑魂境。是剑灵峰的魂念传音，距离真灵境武王总算更进一步了。公子22岁便突破了塑魂境，在整个九域大陆都是前无古人的成就。就连昊天宗的始祖昊天，号称九域第1天才，也只是在24岁才突破塑魂境。公子已经打破了昊天在塑魂境创下的纪录。昊天36岁突破了真灵境武王，接下来我要超过他，在36岁之前成为武王。此后，我独自一人回到清河湾，回到聂家，见到了父亲和族人。
聂家有星海商会庇护，又掌握着园林矿脉，这2年发展的十分顺利。见他们都很安好，我也安心了。住了2日，便匆匆赶回了昊天宗。之后，昊夷虎和血花楼再也没有对我出过手。他们既没有证据来药王峰问罪，更没有立场将血花楼搬到台面上来纠理。为防他们胁迫聂氏族人逼我就范，我已经让剑大哥暂留清河湾，暗中守护族人。只要武王不出，便无人能敌得过他。终于突破塑魂境中期了，必须将它封印在真元境巅峰才行，免得太过招摇。短短2年，若冰也达到了真元境巅峰，而昊夷虎则突破了塑魂境，进入了昊天宗长老之列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炎黄秘境每隔12年的6月初6就会开启，下一次就是今年的6月初6。我也该早做准备了。师父，我也要去炎黄秘境。炎黄秘境只有突破塑魂境之后才能进入，一生只能进入1次。你还未突破塑魂境，去了也只能在外面看看。师父，我已经突破塑魂境了。啊！什么？你什么时候突破的？不瞒师父，我上次返回青州府，在途中便突破了塑魂境，只是我怕太过瞩目，才故意隐藏了修为。那时你才22岁，就已经突破塑魂境了？你做得对，你打破了昊天祖师的记录，难免会有人不满。何止不满，杀我的心都有了。现在你也才24岁，昊家若知你的修炼天赋如此逆天，定会将你视为威胁，除之后快。其实你可以继续隐藏修为，等下一次炎黄秘境开启再去。7年后，昊夷龙就会出关，时不我待。若想与昊天宗抗衡，必须要神岩柱相助，在7年之内修炼至塑魂境巅峰，否则师父和若冰都会受到牵连。师父，12年太久，在炎黄秘境前，我不想再退缩。而且有师父在，就算昊家对我动了杀念，也会有所顾忌。等我成长起来，昊家再想对我动手，也没有机会了。昊家向来排外，他们绝不会允许昊家主脉以外的人成为武王，动摇他们主宰一切的地位。你的资质不在昊天祖师之下，这是昊家绝对无法容忍的，怕为师都护不了你。师父莫忧，9域大陆上的武王基本都在海外修行，昊家也不例外。只要昊家武王不在，以师父的地位和声望，昊家绝不敢明目张胆对我动手。海外地域辽阔，昊家武王的确不会轻易归来。只是，眼下在宗门内就有一名昊家武王坐镇，他一直在昊天秘境辅助昊夷龙修炼，让昊夷龙一鼓作气修炼至真灵境武王。他们俩不出关，我护住你没问题。一旦昊夷龙出关，这名武王也将现世，我可就护不住你了。师父放心，只要您能护我到昊夷龙出关，往后的事情我自己处理。那名武王出关，你留在药王峰只会凶多吉少，
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暂避争端。什么办法？我带你去炎黄秘境，结束之后你就别回来了，也别回昊天域，找个地方先藏匿起来，等修炼成武王之后再现身。也好，那等炎黄秘境结束，我便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。明日，你继续隐藏修为，同我一起上路。到了炎黄秘境再显露修为。至于浩家，我来处理。多谢师父。爹，黄景川怎么把颜若冰和聂风这两个真元境也带上了？啊，这很正常。就算他们进不去，在外面开开眼界也好。出发！炎黄域坐落在九域中心位置，内有诸多古迹险地，炎黄秘境便是其中之一。在炎黄秘境中，通过的考验越多，获得的收益就越好。炎黄秘境中常有至宝现世，像昊天宗的昊天令、紫阳宗的紫阳镜，以及万剑宗的万剑匣等，都是出自炎黄秘境。你们认识？她是紫阳宗圣女蓝雨嫣，上次在凤鸣山，我跟她见过。哦，是火焰之门。炎黄秘境马上要开了。火焰之门是炎黄秘境的入口，正午时出现，1刻钟的时间便会消失。时间紧迫，万不能错失良机。抓紧时间进入。是，好。聂风，炎黄秘境只有素魂境以上的尊者才能进入，你跟上来做什么？师弟，炎黄秘境的规则连武圣都无法抗逆，你还没到素魂境，靠近入口会死的，快回去！师父，师弟他……谁说我没到素魂境？你才24岁就突破素魂境了？不可能！聂风怎么可能比兄长天赋还高？24岁的素魂境，若任其成长，将来必会脱离掌控，威胁到浩家。天哪，这个叫聂风的素魂境尊者，居然才24岁！我记得九域大陆上最年轻的素魂境尊者，好像是昊天祖师昊天。昊天宗可真厉害，又出了一个堪比昊天的人物。这聂风比我紫阳宗的祖师天赋更高，若能夺取他的武道根基，不仅能让我突破武王之境，甚至还能触摸到传说中的武圣之境。此子绝不能错过。开启时间有限，还不快进去！昊天宗有这样的人才，往后
和我们其余7宗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喽。我看未必。你看那昊天宗宗主脸拉那么长，看样子不怎么高兴啊。昊天宗表面上不论家世出身，实际上还是以昊家为主的家族宗门，他们可不希望有外姓人强过自己。师父，师弟什么时候突破了塑魂境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景川师兄，你把聂风藏得可够深呢，居然不声不响地突破了塑魂境。弟子进阶，作为宗主，难道不应该引以为傲吗？我也不知聂风突破了塑魂境，我若真要隐藏，岂会让他来此暴露修为？此子绝不可留，等回到宗门再处置。就算是黄景川，也休想护他。每个进入炎荒秘境的人，都会身处各自的独立空间，进行单人试炼。在这里，必须展露出全部修为才行。塑魂境中期的火焰兽。无论来多少只都一样。就是你了。火影流光，第一关过了，接下来，塑魂境后期的火焰兽，只要打败他们，就能进入下一阶段。若是我从未过此地，也许还惧你几分，可惜，就凭你们可挡不住我。哼！第3阶段的火焰兽就是塑魂境巅峰了，必须认真对待。前世我就是止步在第3关，这一次不妨再深入一试，说不定会有惊喜出现。魂境巅峰的火焰兽，果然实力不凡。焚天剑路，焚天剑路乃是紫阳宗祖师所创，是最适合真阳之体的至强之招。我就不信灭不了你。残阳落日，啊！
死阳耀天！终于到第4关了，这一次绝不能败！真阳焚体！残阳落日！死阳耀天！烈阳逐海！第4关终于过了。神眼珠，少年，你是第1个完全通过炎黄秘境考验的天才。你是谁？我是秘境之灵。少年，你既然通过了考验，我便送你一件宝物。这个有什么用吗？等你能够使用它的时候，自然就会知晓。完全通关才能获得的宝物，应该绝非凡品。让我催动真元查探一番。真元竟然无法进入。神魂之力和心头精血都不行，这时间到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此子拥有惊世天资，能在秘境中有所收获，定非凡物。此地人多，不宜动手，等回了宗门，再设法让他将宝物交出来。师弟，你可真是让人惊喜。师姐，事先没有告诉你，你不会生气吧？生气倒不至于，就是吓了我一跳。对了，宗主对这件事好像不太高兴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师傅，好，很好。聂风，你什么时候突破的塑魂境？没多久啊，就在今年。胡说！你今年一直在药王峰，但我没听说药王峰有人突破塑魂境。谁说突破塑魂境要在药王峰？我突破的时候去了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你怎会知晓？不可能！你要是离开药王峰，我怎会不知道？哦，看来一虎师兄很关心我呀。聂风能够突破塑魂境是本宗之福，无需纠结。既然炎黄秘境已经结束，那我们就回宗门吧。哼。师父，我已入塑魂境，想继续留在炎黄域修炼。你年纪轻轻就有此等修为，确实该多闯荡下，才不至于荒废了你的天资。
让他留在外面，再想拿捏就不容易了。不行，你现在不能留下。好师弟，聂风已经踏入素魂境，想去哪里修炼都可以，为何要阻止？哎，景川师兄，你也看到了，聂风从炎黄秘境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符纸，那定是在炎黄秘境中获得的宝物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如果让聂风在外修炼，实在太过危险，还是返回宗门比较安全。师傅，请您为徒儿保管此物。好，现在你没有宝物在身，可以放心留在炎黄域修炼了。小子，你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天真！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。哎，走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雨嫣，你先带人返回宗门，我还有些事要处理，不用等我了。爹，聂风，你的真阳之体对于本座而言，就如同黑夜中的萤火虫，休想逃出我的眼睛。上一次来到这儿，还是被八大宗门围攻的时候。聂风，你可真会挑地方，居然跑到绝天崖来了。不管你跑到哪里，本座都能找到你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谁还能救你。蓝宗主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看，我给你挑选的葬身之地如何？哼，就凭上次那个帮你的塑魂境巅峰尊者吗？上次是因本座大意才遭了他的暗算，今天本座早有防备。他想杀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你想多了，他现在人在清河湾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就你一个也敢大言不惭？想当初，本座请你入紫阳宗，教你最适合真阳之体的武学，不料你却不识好歹，还想置我于死地。聂风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蓝花阳，你让我加入紫阳宗，真正的目的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紫阳宗的开山祖师是真阳之体，但你没说他的真阳之体是天生就有，还是从他人身上强行转移过来？此事乃宗门绝密，连多数弟子都不知道，他怎么会知晓？呀！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你是如何知晓此事的？这点你无需知道。总之，你引我入紫阳宗，教我紫阳宗绝学，不过是想谋夺我的真阳之体，助你突破真灵境罢了。你若不知这些，还能再快活几日。但是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就算你入了塑魂境，却非本座对手。本座想要夺取你的真阳之体，希望还是很大的。你马上就要死了，还谈什么希望？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。塑魂境中期，24岁的塑魂境中期，资质堪比昊天。如果宗门至宝紫阳镜不在身边，我还真会忌惮几分。天助我也！你有此等修为，本座夺你真阳之体的几率反而大增。你的天赋会助我成为武圣，
成为九域大陆新的传说。你可真是上天送给本座最好的礼物，乖乖跟本座回紫阳宗吧。紫阳化接手，呀！残阳落日。啊！这剑招是昊天剑典，似乎又有焚天剑路的痕迹。居然还有我宗的烈阳真火诀！你这个紫阳宗宗主倒是称职，我功法运转的如此隐秘，你都能感应出来。你为何会我紫阳宗的功法？还有，你剑术中有焚天剑路的痕迹，也是我紫阳宗的绝学。你究竟如何得到的？你会的，我全都会。紫阳耀天！哼！本座乃一宗之主，岂容你区区塑魂境中期再次放肆！来，火炼苍穹！请我一剑，烈阳出海！啊！焚天绝地！情势不妙，必须动用紫阳镜了。既然你有无上天资，呀！但在紫阳镜面前，终究不堪一击。什么东西，居然能吸收紫阳镜的威能？此乃神炎珠，蓝化阳，醒悟吧！烈阳出海！再寻机会杀他！聂风，下次就是你的死期！哪里逃？镇宗之宝，一旦操控之人身死，也会飞回宗门。罢了，目的已经达成。走歪门邪道，只会自食恶果。死亡谷危险重重，连武王都不敢轻易踏入。好在之前曾进入此地闯荡，知道这条安全路线，不可能有人找到我。有了凤炎玉和神炎珠的帮助，我的修炼速度将提高10倍。
7年了，我已是速魂境巅峰的修为。算算时间，浩一龙也快出关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这个冰神一仙真的这么神啊？他可是昊天宗药王峰首座的亲传弟子，医术远近闻名。那像他这样的修士，真的愿意为我们治病吗？在他眼中，我们和修士并无区别，而且他治病从不收费。这么好，这简直是菩萨心肠啊！赶紧走吧。自从突破速魂境后，这寒毒便在体内滋生，连血水真功都无法炼化。也不知道聂师弟现在如何了。7年光阴，若冰应当已修炼至速魂境。到了速魂境，他体内的寒毒就会爆发。待成为武王，必须找个时间去一趟冰禅宗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告诉过你不成武王不要现身吗？浩家这些年到处找你，你现在回昊天宗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师父放心，徒儿既敢回来，自然能抗衡浩家。速魂境巅峰，你的天赋的确空前，但只是速魂境巅峰就想抗衡浩家，也太天真了。除了浩广，还有别的浩家武王归来吗？没有。不过浩家强大的不仅仅是武王，还有昊天令和昊天剑阵。浩广只是真灵境初期，我有信心与之一战。昊天令可凭借神炎珠抵挡，至于昊天剑阵嘛，确实有些麻烦。不过也不是无法可破。我可以先破坏昊天剑阵在药王峰的剑印，昊天剑阵有了缺憾，自然困不住我。师父，您为昊天宗效力多年，很清楚浩家的做派。无论我是否与之对立，他们都会和您撕破脸面。这些道理我又何尝不知？为师在昊天宗费了大半辈子，如今也算偿了师门的栽培之恩，余生也当按自己心意活一回了。你一回来，浩家必定会盯着你。破坏剑印还是我去吧。你真的可以和武王相抗衡？师父放心。哦，对了，师姐呢？这3年来，她为了给你积福，一直在山下治病救人，每天归来都会为你祈祷。这会儿，她应该正在祈福吧？上苍，我今所积功德，还请一如既往加持在聂师弟身上，保他平安健康，无灾无祸。傻丫头，师姐，师姐，我喜欢你。师弟，你刚才说……师姐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将来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，永永远远，生生世世。好。
绝不会让你离我而去。家主，我听说，让邢旷和魏崇速来见我。是。聂风，我找了你这么多年都毫无音讯，现在倒自个儿回来了。眼下若强行捉拿聂风，黄景川定奋力反抗。如若没有武王压阵，怕是会很难制服。如果浩广能出手，就万无一失了。若贸然召回浩广，定会对一龙的修炼造成影响，也不知一龙现在修炼如何了。昊天秘境，一龙出关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没能突破真灵境。是我对你的期望太高了。你一直在秘境中修炼，又有我辅助，始终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死之战，武道的领悟自然不足。接下来你去江湖上闯一闯，快则1、2载，迟则3、5年，定能突破真灵境。师傅放心，我定全力以赴。这些年，我真灵离体潜入秘境中助你修炼，荒废了自己的武道。我准备前往海外去追求更高的境界，你且珍重。谢师傅，等弟子成为武王，便去与师傅会合。我儿突破武王了吗？我儿不愧是当世第一天骄，如此年轻便已是素魂境巅峰的修为。当年为父年过300才达到这一境界，你已经胜过为父了。爹说的是，我虽无法和祖师相比，但也超过其他宗门天才。爹放心，孩儿争取早日突破真灵境，成为武王。好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去海外的时候，你看过好宗门。且慢，眼下有一事需堂兄出手。什么事连你都搞不定？最近10数年，我们昊天宗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天才。有多天才？此人在24岁时便已达到素魂境。啊，24岁的素魂境尊者，这天资足以比肩昊天祖师了。此子名叫聂风，出生于普通的武道家族，后拜入本宗药王峰，成为黄景川的亲传弟子。只是此子跟我昊家关系恶劣，将来必成祸端，应趁早除之。你想让我出手？对，若动聂风，黄景川必反，而我和邢旷、魏崇联手，想要制服黄景川也不容易。更何况聂风现在是素魂境中期，若黄景川一心护他，想要擒住聂风也并非易事。好吧，我就先解决了这个麻烦。还有，昊天宗是名门正派，擒拿聂风，你必须找个合理的理由。若他们反抗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。何必如此麻烦？我虽未成武王，但武王之下已无敌手，让我去解决他。也好，你正缺乏实战经验，黄景川在素魂境巅峰中属于顶尖，正好做你的对手。那个聂风，既然能和昊天祖师相提并论，实力肯定强于同境界的其他武者，也是你磨砺的好目标。一龙定不让师父失望。爹，如果想让他们反叛，或许可以从他们亲近之人下手。听说聂风跟黄景川的另一名弟子颜若冰很亲近，
不如为父把颜若冰许给你做未婚妻，那聂风肯定受不了。那我明日便去药王峰，当着聂风的面把颜若冰带走。只要聂风出手反抗，我就以惩治叛徒之名将他拿下。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你跟着我。今天，哥就把你在聂风身上所受的气全部还给他。哥，你把最后一击留给我。走，去药王峰。皇首座何在？本座在此。他就是颜若冰，不愧是绝色美人。哥，就算没有聂风，他也是我的。浩一龙，上一世你害我失去了若冰，这一世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明明和他第一次见面，他对我的恨意怎会如此强烈？一龙，找本座何事？传我父亲一道命令。昊天宗宗主令：昊家主脉子弟昊一龙，天赋无双，才情惊世，乃人中之龙。药王峰弟子颜若冰，姿容绝世，冰肌玉骨，乃人中之凤。特赐婚配，龙凤相合，年末完婚。啊！竟用如此卑劣手段逼人造反，昊天宗早晚会在他手上。我和昊一龙此前素未谋面，宗主怎会下此命令？放心，有我在。若冰姑娘，跟我回昊天峰，向父亲致谢吧。这封宗主令，恕本座不能接受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今生今世，我只会和我师弟聂风在一起。昊一龙，请你让宗主收回成命。宗主令岂能随便收回？再者，药王峰是昊天宗的，宗主之令，在昊天宗就是天命，谁也不能违抗。就是，违逆宗主令就是反叛，你们想叛宗不成？反叛，好大的帽子！哼！啊！聂风，你竟然敢毁宗主令，找死！哼！什么破宗主令？就你这48岁的老男人，也配得上我师姐？我兄长乃当世美男，第一天骄，岂是你这种蝼蚁能够妄论的？当世美男，第一天骄？照照镜子再说大话，不然我都替你们臊得慌。给我死！素还境巅峰！废物！你怎会紫阳宗的紫阳化接手？聂风反了！行走！
这群自私小人，打着名门正派的旗号胡作非为，可恨！冷静，我们浩家还有武王坐镇，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你就完了。放心，你现在还有用，死不了。聂风，你难道想造反不成？浩家无道，我聂风今日就是反了，能奈我何？真灵救武王，聂风，你还不赶紧松手，想找死吗？此子年纪轻轻，竟是塑魂境巅峰的修为。师兄，发生何事了？听说那个天才聂风反了。聂风，那个30出头就已经塑魂境中期的聂风，什么中期？人家现在是塑魂境巅峰。30出头的塑魂境巅峰啊！武王浩广都出动了，哎，快走快走！啊！聂师兄，哎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浩家这些年嚣张跋扈惯了，聂师兄若是能赢，该多好啊！嘘，小声点儿。聂风，放了我儿！你要什么，本座都给你。宗主一言九鼎，拿昊天剑典真灵篇来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要昊天剑典真灵篇？你有命了吗？你换不换？换，当然换。聂风，你可要说话算数。拿来。时辰呢？我的昊天剑典终于完整了。玉茹，玉茹，堂兄，绝不能让那小子逃了。放心。师兄不但能接下武王一招，竟然还毫发无损。才塑魂境巅峰就能和武王相抗衡，如此战力，简直举世无双啊！小子，果真有点本事。你不是想要昊天剑典真灵篇吗？我就让你见识下昊天剑典真灵篇的威力。昊水流光。阳耀天，可恶，他的战力竟然到了如此地步！小子，你是服我了！岁月晨星。烈
杨竹海。怎有可能？几招下来，我虽然不落下风，但也没占优势，修为差距短时间内无法逾越，看来只能用特殊手段。浩广，再接我一剑！杨竹海，岁月晨星。真灵境武王不过如此。聂风，给我死！是昊天令。浩广要动用昊天令。师父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师弟？莫急，相信聂风，他应该还有底牌未用。困不住我的！好！剑来！昊天剑可是祖师当年的佩剑，堪称九域第一。聂风死定！师父，那是什么剑啊？昊天剑，昊天祖师当年的佩剑，肉爆发全部威能，可斩杀巅峰武王。浩广虽不能发挥出昊天剑的全部威能，但也足以斩杀同为真灵境初期甚至中期的武王。师弟仅为塑魂境巅峰，如何挡得住啊？再强也只是个器物，只要有威力相当的宝物对抗，他便伤不到聂风。但是昊天剑最可怕的不是他的实力，而是能够驱动笼罩在整个昊天宗的昊天剑阵。剑阵一出，铺天盖地，恐怕只有武圣能挡。师弟他……别担心，他还有后招。杀！昊天剑乃昊天祖师的佩剑，聂风，你能死在昊天剑下，是你此生最大的荣幸。去！小小珠子也敢当我圣兵，妄想！不可能！你这破珠子怎么挡得住昊天剑？风血精炎！通过！
就将你碎尸万段！昊天剑阵！昊天剑阵，哪怕是武王也必死无疑。聂风，你天资再好，今日也是你的死期。你破坏了药王峰的剑印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日后我再上昊天宗，便是你昊家覆灭之时。拦住他！师父师姐，跟我走。哪里逃？胡说！尔等咄咄相逼，我又怎能不送一份大礼回敬呢？哼！传令下去，聂风、颜若冰为昊天宗叛徒，清河湾聂家和青州府颜家杀无赦。黄景川背叛宗门，解除药王峰首座职位，逐出昊天宗。药王峰其余人等今日起禁止外出，留在药王峰接受盘查。若有同党，一并问罪。是。此次事态严重，必须将后周从海外召回来。他是真灵剑后期武王，若有他在，加上昊天剑，定能挽回局势。唉，也不知简飞星那边进展如何。放心吧，星海商会内很多都是他的亲信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拿下星海商会只是时间问题。帮主，不好了！嗯，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线人来报，说什么了？说副会长简飞星纠结党羽反叛商会，被严四海当场击杀。什么？果然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次宗主令来的匆忙，行动上自然多有纰漏。只是，严四海是如何发现简飞星有问题的？已经不重要了。简飞星和他的心腹实力都不弱，想要一举歼灭他们，严四海也必须付出不小的代价。我们现在就攻进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严四海，束手就擒吧！看来你们是不会有援兵了。严四海，你被打傻了吗？覆灭你们易如反掌，何须援兵？有诈啊！快撤！想走？可能吗？聂风，还好有你提醒，我才能早做准备，躲过简飞星的暗算。你真是料事如神呐！聂公子的确神机妙算，多年前便预见到会有这么一天，连日期都算得很准确，所以我才能及时出现。你多年前就料到了这些？师弟，难道你还学了预测未来的功法吗？很简单，我见到师姐的第一眼，便对师姐一见钟情，也就知道以我的天赋，浩家必不容我。
撕破脸是迟早的事。到那时，师姐定会和我共进退。这样一来，浩家必然会迁怒于严家。而且，我观简飞行此人，獐头鼠目，非牢靠之辈。加之简天豪平时又和浩飞尘、浩一虎一流走得很近，倘若严家和浩家对立，简飞行肯定会站在浩家这边。严会长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说吧，你我不必见外。晚辈倾慕令爱已久，愿往后余生与她白首不弃，生死不离。望会长成全。此话当真？我可就这一个女儿，你真的愿意爱护她一生一世吗？当真。若冰是我此生挚爱，我绝不会辜负她。你的品性为人，我信得过。不过，冰儿的终身大事，必须由她自己决定。冰儿，你的想法呢？你可愿意嫁给聂风，和他相守一生？冰儿，大胆地说，若你不肯，谁也没有办法勉强你。我愿意。好，这次去聂家就和未来的亲家公好好商议一番。爹，若冰，这一世，我誓护你一生平安。是真灵篇的心法。原来如此。三式剑招虽然是昊天剑典真正的杀招，但其精髓却在心法上。没有心法主导，再强的杀招仍是徒有其表。只有心法和剑招结合，才能发挥出剑招真正的威力。皓日流光，哼，岁月晨星。毁天灭地！接下来，就是依靠真灵篇闯出真阳剑诀的第4式了。残阳落日。阳耀天，烈阳逐海，哼！
出第40剑招了。这招能够彻底激发真阳之火，拥有毁天灭地之威，就叫真阳焚噬吧。看来突破真灵境的时机也快到了。从速魂境到真灵境，最关键的是将虚化的神魂凝练成真实灵体。但是磨练神魂的过程极为痛苦，无论如何都要撑住。灵体成型，天罚起来，要开始了。终于到达真灵境了，我成为武王了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人能威胁到我，哪怕八大宗门围攻，也不足为惧。不过，八大宗门始终是个麻烦。趁号召还未归来，我必须先发制人。首先，去一趟万剑宗。万剑宗的万剑罡气乃当世剑法绝学，我若能学到，或许还能创出更厉害的剑招。而且，这也是答应剑灵峰的事情。接下来，再去一趟紫阳宗。紫阳宗拥有天下第一火脉紫阳火脉，若能得到，可助我早日修至真灵境巅峰。前世我被八大宗门追杀时，紫阳宗出力最盛，今世必须给他点教训。另外，若冰的寒毒越来越重，冰禅宗也要去一次。想要化解他的寒毒，就必须得到冰禅宗的寒玉冰承认。风儿，这是什么阵法？我怎从未见过？这是我在一本古书中学到的阵法，叫九阳剑界阵。不过目前条件有限，我布置的只是一个简易的九阳剑界阵，威力不大，防御力倒是不错。你想的可真周到，有了这阵法保护，又有我在聂家，就算昊天宗的人攻来，他们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撑上数日还是没问题的。我在这阵法中施加了秘术，若遭到攻击，我会第一时间感应到。这是阵法的阵符，我和剑大哥不在的时候，就拜托师傅了。在下万剑宗长老魏虚，不知两位从何而来，到我万剑宗有何贵干？剑空尘何在？让他出来受死！阁下好大的口气，敢对本宗武王出言不逊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滚！闪杀剑法，你怎会剑家秘传的闪杀剑法？你到底是谁？剑空尘，出来受死！是武王？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武王？他是昊天宗的聂风，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还只是速魂境初期，这才几年，都成武王了。
聂风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你果然很出色，比你们昊天宗的祖师昊天都更早突破真灵境，这一点本王很佩服。不过，我万剑宗和你昊天宗并无纠葛，本王也与你无怨无仇。你无故上门来要本王性命，是何意？况且，本王突破真灵境已近100年，如今已修炼至真灵境巅峰，再加上本宗至宝万剑匣，想杀我你还嫩了点儿。趁早滚回昊天宗，不要自取其辱，伤了两宗和气。看来浩广怕丑事外扬，封锁了我背叛的消息。剑空尘，你我之间虽无怨仇，但你对剑灵峰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今日我是为剑大哥而来，让你为当年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剑灵峰，剑空尘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剑灵峰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当年，你设计将我困在凤鸣山，一困就是400年，整整400年呢。若不是我根基深厚，根本撑不到现在。好在这位聂公子助我脱困，否则我必含恨九泉。既然我命不该绝，那这笔账就好好跟你算算。原来，当初在凤鸣山上抢凤颜玉的疯人就是你。没错，是我。剑灵峰，虽然你在凤鸣山被困了400年，但你依旧是我万剑宗之人，敢对本宗武王出言不逊，就算你是我剑家元老，也饶不得你。可笑，有聂公子在，杀剑空尘易如反掌，用得着你来饶恕我？剑空尘成为武王已近100年，修为接近真灵境巅峰，一个区区的新晋武王，也敢对剑空尘扬言生死，根本是在自寻死路。寒阳落日，狂妄！怎会？好。万剑罡气，阳耀天，杀！聂风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来尝尝本宗至宝万剑匣的滋味吧！烈阳逐海，这怎么可能？看这小子模样，似乎还未尽全力，在这不易。聂风，万剑宗与昊天宗向来交好，我剑家武王剑精玄与你昊天宗武王昊纣更是生死之交，你莫要！我已反叛昊天宗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什么？我新创了一式剑招，剑空尘，不如你来试试。真阳焚噬！哼！
聂风，将我宗至宝万剑匣还来！有本事自己来抢啊！你尔等德行有亏，不配拥有此宝。剑空尘已死，作为补偿，他的东西自然要交给剑灵风大哥保管。剑大哥好歹也是你们万剑宗主脉之人，如果不是剑空尘陷害，他早已习得万剑罡气，成就武王。所以，你们必须交出万剑罡气的修炼功法，这样，这段恩怨才算真正了结。武王剑精玄不在宗内，若和他正面相抗，就算赢了也是元气大伤。倘若其他宗门趁虚而入，则宗门危矣。好，万剑匣暂时由剑灵风保管，万剑罡气的修炼功法也可以给他，但是你们得保证，不再伤我万剑宗弟子分毫。放心，这是我和剑空尘的恩怨，我绝不迁怒于他人。功法在此，拿上东西，赶紧给我走人！是真的。我们走。聂风，剑灵风，等剑精玄归来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有了万剑罡气，不久之后，你就能突破真灵境，成为武王了。聂公子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剑大哥不必客气，我只是履行承诺而已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对我有恩，往后我会拼尽全力为你护道。日子还长，我们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我要去紫阳宗，路途较远，你可以选择随我同去，也可以选择回聂家。我愿同往。前方就是紫阳域了。这种感觉，怎么了？师父启动了九阳剑界阵，有人袭击聂家，我们回清河湾。好。聂风，出来受死！这威力也太惊人了吧！也不知道这阵法还能支撑多久。这都2天了，他每天都来折腾，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据说连黄前辈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希望少主能快些回来。凤血精炎，居然不是后周。你认识他？他是紫阳宗武王蓝佑堂。一会儿你不要出手，在一旁静观其变。好。蓝佑堂。哼，你就是聂风。正是。蓝佑堂，你应该待在紫阳宗，来这里作甚？如果本王没记错，你今年应该只有31岁，竟然已经修成武王了。看来你很了解我呀。当然了解。我问你，我侄儿蓝化阳是不是死在你手中？或者是他？看样子，蓝化阳在他面前没少提起我。与剑大哥无关，蓝化阳是我所杀。果真是你！他妄图夺我的真阳之体，我不得已只能自保。
若不是顾及昊天宗武王，本王早就亲手将你拿下了，何至于让华阳白白丢了性命？现在你已被昊天宗抛弃，聂风，你就黄泉好好向我侄儿赔罪吧。是浩广把消息透露给你的吧？不错，没有昊天宗的庇护，你天资再强，也得给我侄儿陪葬。杨化棘手。哼，今天你必须死！我正愁该如何取得紫阳镜，你就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这次可不能让你再跑了。可惜啊，紫阳镜对我是无效的。这是什么宝物？你以为我只有这些手段吗？你有的，我也有。怎会？蓝幽堂，你难道就没想过，浩广有昊天令和昊天剑在手，为什么他自己不来找我？却把消息透露给你。浩广这个老狐狸，聂风，我们都是武王，这样打下去毫无意义，不如就此罢手，以往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我原本就打算去紫阳宗找你，现在你自投罗网，还走得了吗？本王可是真灵境中期，一个真灵境初期，还想拿我怎样？哼，试试就知道了。真阳分身！可恶！焚天一剑！好机会！烈阳逐海！哼！紫阳耀天！哼，哪里走？来！幸好我体内的真阳之火和紫阳镜同源，才能把它擒住。但是想要它真正属于我，必须毁掉里面的武圣禁制。蓝佑堂一死，相信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来攻打聂家。剑大哥，保险起见，你还是留在聂家安心突破武王，我一人去紫阳宗取火脉。这好，你先放心去，我会和你师父一起看顾好聂家。有了。聂公子年纪轻轻便已突破武王，如今我有万剑罡气在手，也该加把劲儿了。没有武王坐镇，果然顺利许多。
就是这里了。有了紫阳火脉的辅助，我的修炼速度定能大大提高。发生何事？啊，是紫阳火脉那边，快去看看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偷走紫阳火脉？此人能在我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火脉，至少是武王级别，而且身怀火属性异宝。眼下宗内没有武王坐镇，宗主又失踪多年，绝不可妄动。赶紧将此事告知圣女。八大宗门的至宝，我和剑大哥已获其二。倘若他们再如前世那般，跟随昊天宗前来围攻，实力也会大打折扣。我唯一要对付的，就只剩下昊纣一人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师姐身上的寒毒需要趁早处理。也不知道聂师弟现在如何了。冰禅宗和昊天宗同样拥有3名武王，平时只有1名武王姬雪烟在宗门坐镇。他的实力虽不是最强，但身怀至宝极寒之舞冰禅玉，也不可小觑。罢了，前世尽管姬雪烟也参与了八大宗门的追杀，但他是最不卖力的一个。我和他之间犯不着生死相向，还是尽可能智取吧。师弟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连我来了都没有察觉。不是没有察觉，而是没必要察觉。你我之间何须如此生分？贫嘴。师姐，过2天陪我去一趟冰禅宗吧。你是想？没错，你的寒毒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拿到寒玉冰禅功。寒玉冰禅功是冰禅宗的独门绝学，他们会给吗？我自有办法。好，我信你。聂风，你也太嚣张了！一上来就索要我宗绝学，当真以为成为武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算不上索要，不过是借来一关罢了。我未婚妻深受寒毒侵蚀，急需贵宗的寒玉冰禅功来救命，还望宗主通融。哼，我宗绝学岂是你想要就能给的？倘若贵宗肯给，我愿用1000元灵石相赠。倘若不肯，哼，你想怎样？我虽不愿和贵宗撕破脸，但也不介意给贵宗制造些麻烦。武王制造出来的麻烦，恐怕代价不小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你我2人比试一下，你可以施展任何手段。如果我能在10招之内赢你，你就将寒玉冰禅功借我未婚妻一关，答应你的元灵石照送。反之，我等就此离开，不再打扰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紫阳耀天。强的压迫感。冰绝千仞。烈阳毒海。
就是新晋武王，实力怎会如此之强？凤血精炎！糟糕！你已经败了。愿赌服输，给你。多谢姬前辈，待晚辈化解寒毒，定将此功法完璧归赵。你是太阴之体，本就适合修炼寒玉冰禅功，可惜你太早入了昊天宗。也罢，这功法就当我送你了，请好自为之。你们赶紧走吧。姬前辈果然深明大义，不过还有一事，晚辈要提醒前辈，不要跟昊天宗结盟，更不要答应昊纣做任何事。告辞。此子潜力非凡，还是不要轻易得罪的好。师弟，现在我身上寒毒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啊？师姐，没想到你比我还急啊！哼，我才不急呢。是我娘说了，遇到好男人就要牢牢把握。当初她为了我爹，连冰禅宗弟子都不做了。我想，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就行了吧？师姐，我和昊天宗之间必有一场大战。等我解决了这场恩怨，就选个良辰吉日，布告天下，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。突破真灵境后期了，昊纣也该从海外回来了。师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还请师傅先随我去昊天峰，我会详细告知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世间竟有如此惊才绝艳之人，可惜却是我昊家之敌。可惜呢，此子桀骜，与一位封氏已对我昊家不敬，因此只能诛之。也对，如此人物，又不是出自昊家，等他成了气候，必不会把我们昊家放在眼里。不过，他现在有几样至宝在身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除掉他。我看，还是启动圣令，召集各宗前来相助，联手诛杀此子。是，我这就去草拟圣令。怎么不见冰禅宗的武王前来？回禀师父，冰禅宗武王姬雪烟拒绝接受圣令，不愿参战。冰禅宗竟然如此妄自尊大！先解决掉聂风，再去找姬雪烟算账。今日召大家前来的目的，想必诸位已经知晓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商议一下具体的安排。
独自应战八大武王？万万不可！就算你已修炼至真灵境后期，但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一人始终难敌4手啊！是啊，我和你师父虽然还没有突破武王，但还是有些手段。与你一同前往，多少也能增加些胜算。武王之下确实没必要出战，但是你总该让我和你一起去吧？我明白各位的担心，你们放心，我既敢独自前往，定然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风儿，爹，相信我，你们前去也只会增加我的顾虑。毕竟他们非正人君子，若是趁机劫持你们中任何一人来威胁我，我也只能坐以待毙了。剑大哥，聂家还需要你这个武王坐镇守护，就不要和我同去了。好吧，那你务必小心，若有万一，记得放信号给我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前去支援。嗯。聂风在此恭候。聂风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聂风小儿，杀我万剑宗武王，夺我万剑宗至宝，今天本王必将你碎尸万段。聂风，蓝佑堂和蓝化阳的死，你必须拿命来偿。你们可曾想过，即便你们8人联手，在本王面前，也可能命丧黄泉。啊！你们其中有不少人和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根本没必要参与到这场私斗中。你们应该像冰禅宗的姬雪烟一样，不来才是明智之举。哼，小子，你休想扰乱我等心绪，在我们8大武王面前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不但杀我昊天宗宗主，还杀了紫阳宗宗主和紫阳宗武王，连万剑宗武王也不放过。若放任你这样的好杀之人不除，将来必成9域大祸。浩宙，你可真是会颠倒黑白。昊天宗宗主眼红我的天资，多次逼杀于我，你怎么不提？紫阳宗宗主觊觎我真阳之体，威逼利诱不成，便想除之后快，你为何不讲？至于那蓝佑堂，他来我聂家闹事，招下死手，我若不杀他，死的人就是我，这些你为何不说？那个剑空尘，陷害我剑大哥整整400年，完全是罪有应得。小子，你！我聂风并非好杀之人，但你们浩家咄咄逼人，实在欺人太甚。上一次有昊天剑阵在，我奈何不了你们；这一次，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无路可逃。我给你们其他宗门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若执意帮助浩家，我也绝不留情。你们不想命丧黄泉，宗门被毁，就全力斩杀此子。他再要你，也只是武王，而非武圣。双拳难敌4手，速速斩杀此子！紫阳化棘手！
田。此子就有这的实力！我早就说过，昊天令根本困不住我。都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寻梦拳！六道灵音，你天上无极！万剑罡气，焚天剑路。速战速决，先解决浩宙。糟糕！师傅，我来助你。嘿，师傅，撤！逃得了吗？师傅，你就安心去吧，徒儿会为你报仇的。连自己的师傅都不顾了吗？无耻小人！今天我就废了你，看你以后还如何仗势欺人！爹，相信聂风，他一定可以的。是聂风的气息，他胜了。师弟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害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爹，严伯父，我们现在就定个日子吧，我要和师姐成亲。我和你爹早就帮你们选好日子了，就等着你凯旋归来呢。爹，你们怎么？7月初7，真阳剑主聂风和冰神医仙颜若冰大婚，
邀请我宗前去。聂风要成亲了。雨嫣，雨嫣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父，我们应该去吗？去，不仅要去，还要准备一份大礼。毕竟，这是一个跟聂建主修复关系的好机会。可是，紫阳火脉很有可能就是他夺走的，而且前宗主和我堂哥的死都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更何况，我们之前还参与了昊天宗发起的围剿行动。宗主多虑了。虽然我跟聂建主接触不多，但我相信他不是那种有心机之人。且不说他为人如何，无论华阳还是右堂，他们和聂风多为个人恩怨，都是咎由自取，不该牵扯到整个宗门。何况如今的形势，昊天宗元气大伤，我们亦是损兵折将。此时如若拒绝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听云师伯的。不过，就现在宗内的情况，很难拿出一件能让武王强者满意的礼物。我在海外闯荡时，曾获得一块极阴寒铁，应该对颜若冰的太阴之体有益，就拿它当做贺礼吧。到时候你们两个跟我同去，以表诚意。多谢云师伯。先祖，求您开眼，降下无上伟力，助我们斩杀强敌，守住千年基业和血脉。传言昊天不死，昊家子孙可凭祭拜召唤先祖之力。可这都好几天了，啥动静也没有。你说传言会不会是假的呀？嘘，你小声点，当心一会儿先祖显灵，一掌劈了你。不知后羿为何召唤本座？老祖显灵了，昊天老祖显灵了！乱哄哄的，成何体统？老祖，第41代子孙浩博见过老祖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如今昊天宗只剩我一位武王，无法与聂风抗衡。倘若他杀来，昊天宗将有覆灭之危。恳请老祖降下神令，助昊家渡过大劫，诛杀聂风。昊天令和昊天剑可曾动用？都用了，就连天元宗、邪王宗、血云宗和道阴宗也动用了宗门至宝。但聂风仅凭在炎黄秘境获得的一枚宝珠，就让我们功亏一篑。这也难怪，你们用的昊天令乃是仿制品。其真品还在本座身上，想必其他宗门的至宝亦是如此。那枚宝珠应该和真正的昊天令属同一个档次，此子已非普通武王能敌。但本座身在真武大陆，回九域大陆需耗时3年，穿越暴乱风海。这样吧，本座将虚灵功传授给你们。若有人能领悟圣意，本座的部分力量就会附临其体。斩杀一名武王绰绰有余。大道本虚，魂道本虚，虚则存灵，灵灭魂消。心持虚我，嗔痴皆无。心念清净。一罗，不错，武道根基扎实，天赋与本座在真灵境时相差无几。参见老祖，参见老祖。聂风，马
马上就是你的死期了。慢点啊！虽然已至真灵境巅峰，但似乎总有一道无形壁垒无法突破。难道九域大陆的元气能量对巅峰武王作用不大？难怪那些武王要去外域闯荡。看来我也该为出发去海外准备一下了。不知这张符纸炼化后会有什么收获？这里是……原来这张符纸的作用是把人送回炎黄秘境。不错，你能炼化炎黄符，证明你已经达到了真灵境巅峰。仅用7年时间，就从宿魂境中期修炼至真灵境巅峰，勉强可以了。传送回炎黄秘境有什么好处吗？你通过了秘境考验，有资格获得神级武道传承以及至宝真武神力。只是此前修为太低，无法承受神力压身，我这才赠予你炎黄符。等待今日你再次到来，便可接受传承，获得神力。真武神令是什么？是真武神王留下的宝物，一共有9枚。真武神王。我们所在的世界真武界，九域大陆只是次级大陆，真武大陆才是主大陆。这个世界是被真武神王所开辟的，真武神王留下9枚神令，若集齐9枚神令，就能开启神王秘境。哪里有他留下的宝藏和秘密？看来这位真武神王很强大呀。神王来自于神域，而神域则是无尽武道世界的终点。神域？那另外8枚神令呢？在真武大陆，神灵之间有特殊的联系，可以感知其他神灵的位置。为什么只留1枚在九域大陆？不清楚。听说神王陨落后，他的真灵神元会滋养这片土地，最终孕育出一位至强体质的天才武者。炎黄秘境就是为此而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把9枚神令都留在炎黄秘境中，不是更好吗？神王自有他的道理，武道之路注定坎坷。前辈说的是，不知神令和传承要如何获取？跟我来吧。此乃神武玉璧，上面是诸多神级武道传承。你将手按在上面注入真元，它就会给出最适合你的武道传承。九龙神火诀。九龙神火诀是玉璧中最强的几种武道传承之一，与你的神炎珠正好相配。好神奇的功法，若修炼到极致，就能在体内炼出9条神火炎龙。此功法在神域艺术上乘，修炼圆满可称雄一方，足以纵横真武界。前辈，你刚才说九龙神火诀能配合神炎珠？神炎珠中有一门名叫炎龙9变的秘法，和九龙神火诀是一体同脉功法。炎龙9变，九龙神火诀可以修炼出9条神火炎龙，而炎龙9变就是每练出1条神火炎龙，神炎珠的威力便提升1层。等9条神火炎龙都修炼出来，就能发动完全威能的炎龙9变，可越级斩神。
好沉。这枚神令可有其他作用？炼化之后，你可拿它当神兵使用，其坚硬程度可攻可守，一般没几样宝物能抵得住它的撞击。不过，你最好先把它藏起来。如果让真武大陆的强者发现，你又没有足够的实力自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多谢前辈提点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动用它。炼化神令之后，你便可凭借炎黄符随时来此，还能带别人前来。不过一次只能带一人。若他能从玉璧上获得传承，也是他的造化。那到时候我多带些人来。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，至少也要速魂境巅峰才行，不然进入这里就会毙命。倘若以后遇到危险，我是不是也能随时传送到这里避难？可以，但传送的次数越多，距离越远，对神魂损伤越大。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在九域大陆倒是没什么问题。若是离开了九域大陆，就难说了。受教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的家人不受伤害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热闹啊，真是热闹啊！他们当真是郎才女貌，来了不少知名的人呐。你看，紫阳宗蓝云武王率紫阳宗主蓝化吉，紫阳宗圣主蓝雨嫣前来相贺。恭喜，您里边请。道阴宗赵灵阴武王率道阴宗主公运秋、道阴宗圣女公女瑶前来相贺。万剑宗剑精玄武王率万剑宗主剑空尘、万剑宗圣子剑流风前来相贺。里边请。都是各派的。恭喜，多谢。雨嫣，对不起，这一世我们注定无缘。吉时已到，行礼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聂风，出来受死！他们果然来了。若冰，等我片刻。小心。不用担心，聂风会没事的。浩一龙这么快就突破真灵境巅峰了？哼，我看其中必有猫腻。风儿，不可轻敌。不对，他不是浩一龙。黄大师，这是何意？他不是浩一龙，还会是谁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应该是被昊天老祖降下的圣意附体了。我说浩一龙今天的气质怎么与以往不同？没想到九域大陆还有第二个真阳之体。他居然没认出我。
我该叫你浩一龙还是浩天啊？哼，本座创立昊天圣宗2000余年，又在真武大陆建立昊天宫，现为昊天公主，9重大圆满圣君，距离天命帝君仅1步之遥。诸位，聂家需要开启阵法御敌，还请先回避一下。等真阳剑主斩了来敌，关闭阵法，再请各位出来。聂风再强，恐怕也难与昊天老祖匹敌。到时候，哼，将贵宾驱赶出门，这就是聂家的待客之道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若不离开，就是与真阳剑主为敌。我会立刻开启阵法，将你镇杀。剑灵峰，你一个新晋武王，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？哼！袁天劫，你这是在自取灭亡！在聂府造次，先过老夫这关。本座面前可容不得你分心。袁湘尘，你若不妄动，还有一条生路。小陈，旗下聂天红，昊天老祖就会放过我们。自量力！韩愈冰辰宫，天极武王，洪方宗主，我夫君不计前嫌，邀你们参加婚礼，你们却想借机趁火打劫，真当我聂言二家好欺负吗？太阴并坠！怎么可能？昊天，你已离开九域大陆这么多年，又在真武大陆另建势力，你子孙后代的错误与你无关。你若现在就离开，我便不会迁怒在你身上，不然我们就不死不休。聂风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昊天祖师口出狂言？聂风，以你目前的实力，想与本座不死不休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你若真能来九域大陆，为何不亲自来，非要将精神意志附在别人身上？昊天剑塔里，我已经斩杀过你的精神意志，我不介意再斩杀一次。好，很好，本座现在就灭了你，再将聂家夷为平地。残阳落日。
风的剑势更胜从前了。聂风这小子怎会如此难缠？难不成他又拿到了什么超世功法？震！好！老总，本座又没败，都给我退下！小子，如果任你发展下去，将来不会亚于本座。可惜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好强的剑意！无声的剑道意志，竟强大如此。可惜，剑意只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以你现在的状态，想杀我，还差得远。哼，本座倒要看看，在绝对的威压下，你能扛多久？正义极光，阳耀天。圣剑三元，烈阳逐海，竟能将本座逼至此种境地，很好。昊天九变，真阳灭世，受死！真阳焚尸！怎么可能？凤血精炎！啊，撤！既然来了，别走了！我没事，等会儿你先回房，我来招待大家。感谢大家前来赴宴，聂某敬诸位一杯。
真阳剑主不计前嫌，邀我等前来，甚是宽仁。往后若用得着在下，尽管开口。你们也是迫于形势，我理解。只要今后各位与聂家交好，就是我的朋友。自然。能与真阳剑主交好，是我等的荣幸。是啊。既如此，往事不必再提。关于昊天老祖，我还想了解更多。你们可知他的年龄？大概2800余岁。圣胎境共分9重天，寿元可达3000年。昊天至今未死，说明修为至少是8重天。依各位看，他回这边的概率有多大？在无边海域尽头有一座真武大陆，那里规则圆满，武道昌盛。昊天应在此处，而我们这里规则不全，对武圣压制很大，中间还隔着无法飞行的暴乱风海，过来只能乘船，起码需要3年。以他的个性，多半会回来。我一个人还好多，其他人就……他不会亲自来，很有可能先派圣胎境1重、2重的武圣出手。看来必须早做准备。这一天我等了上百年了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们认识不过10余年，哪有100年之久？其实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是我的上一世，我遇到了你，遇到了师父他们，经历了很多事，最后，我又失去了所有人，就连我自己都含恨而终。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那是大雪纷飞的一天。什么？你和蓝雨嫣成亲了？他对我有再造之恩，但我对他只有感激之情。在我心里，唯你一人。真的？我若有半句虚言，不得好。不许你咒自己，我信。后来，蓝化阳企图夺舍于我，好在我拥有神炎珠，实力更胜一筹，逃出了紫阳宗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被昊天宗和紫阳宗联手追杀，剑灵峰身死，我在雨嫣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。他当时劝我逃往海外，远离纷争。可是，你的仇，师父的仇，剑灵峰的仇，我不可能放下。如果能放下，或许你可以跟他幸福地度过余生。没有如果，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之后，我耗费数年成就武王，杀了昊一龙，被8大宗门合力围剿，最后跳下绝天崖。无论这梦是真是假，如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昊天宗不会善罢甘休，这个祸端必须铲除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准备借用炎黄秘境的机缘，尽快增进实力，而且也要帮你们共同提升一下。只是那个地方每次只能带1人，
而且是塑魂境巅峰的尊者才能进入。看来我得尽快修炼到塑魂境巅峰。冰禅宗的寒玉宫是一处宝地，如果能在那里修炼，将事半功倍。明天我们去一趟。还有一事。何事？前世我有愧于语言，我想带他去炎荒秘境，作为补偿。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你做主就好。谢谢你，若冰。弟子给师尊请安。你们终成眷侣，为师就是寿元将近，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师尊若能突破武王，寿元还长着呢。激活此符，就能去炎荒秘境，那里有我为师尊准备的礼物。哦，到了那里，师尊定能突破，成为武王。此话当真？这是神武玉璧，只要将手按在上面，就能获得一门至少是地阶的武道传承。世间竟有这般惊世骇俗的功法！师尊，我们回去再闭关修炼。恭喜师尊！烈风，这次真是托了你的大福啊！若非师尊鼎力相助，就没有弟子的今天。这些都是应该的。若冰，师尊接下来要闭关，我们先告退吧。有了这丹元地火诀，我的修为定可以突飞猛进。公子，夫人。剑大哥是前辈，叫我若冰就好。那可不成，我现在是聂家总管，礼数不能丢。剑大哥随意就好。我们这次来，是想请剑大哥再守护聂家一段时间。公子救我于水火，又助我突破武王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用剩下500年寿元守聂家平安。剑大哥客气了，这500年不能白忙。我送你一个突破武圣之境的大机缘。有这种好事？你跟我来。按照我刚才说的，去试试吧。真是地阶武学！公子大恩，剑灵峰没齿难忘，将来定会守护好聂家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有劳剑大哥了。一会儿我和若冰要去冰禅宗，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。你说
他们会答应借寒玉宫吗？哼，我自有办法。二位刚刚大婚，怎么有空来我冰禅宗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想借贵宗的寒玉宫一用。开启寒玉宫的代价极大，恐怕我们不白占好处，会用一门地阶功法做交换。圣阶已属难得，如果真有地阶功法，那可是天大的福运。只要答应条件，我现在就能给你功法。得罪了。将真元注入其中，倘若资质够好，领悟出神阶武学也有可能。真是地阶武学。这次交易，仙子可还满意？满意，自然满意。那就好。不知现在开启寒玉宫能维持多久？最多5个月。足够了，我马上带你出去。请去吧，修炼到速魂境巅峰。姬前辈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告辞。这不，雨嫣来了。聂公子此来，可是为了先前赌约一事？不错。雨嫣愿赌服输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蓝云武王，能否让我俩单独谈谈？当然可以，只是还请剑主高抬贵手，不要让他做不可能完成的事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公子想让我做什么？先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哪儿？这是神武玉璧，你把真元注入其中，就能参悟里面的武道传承。这就是你想让我做的事？做完即完成赌约。好。神阶武学，天生的火灵道体，还拥有武神之姿，不错不错。荒灵前辈，这紫焰神火诀跟我的九龙神火诀相比，哪个更厉害？不分伯仲，
都是霸道的火系功法。若是双修，神火真元互相熔炼，好处更多。前辈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而且我已经成亲，怎能与他人双修？你能带着女娃来，可见关系非同一般。双修有何不可？前辈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哼，没劲。前辈就爱开玩笑，你不必在意。我带你来是看你天资聪颖，若能获得强大的武学传承，将来定能有一番作为。我输了赌约，却成了受益人，这份恩情我受之有愧。其实，算了。虽然兰花阳算计我在先，但他终究是语言的父亲，这一点无法改变。在我看来，你是一个值得真心相交之人，对你好也是出于这份欣赏。原来只有欣赏吗？我们回去吧。无论什么原因，我都对你心存感激。日后若有机会，必当回报。这珠子中封存了我的一丝神念，若遇危险，可将其摧毁，我必来相救。你这是在保护我？是。我先告辞了。他让你做了什么，竟如此高兴？没什么。真阳剑主是世间1等1的天之骄子，但是他已和冰神一仙成婚。你是我们紫阳宗的未来，可不要为一点小恩惠，变成了他人的陪衬。我明白，但是师父，他刚才送了我一个神阶传承，可不是小恩惠。神阶传承？传说只有几个至强势力有神阶武学，而且皆不外传，他怎会轻易相送？我也不清楚，但那门神阶武学我已学会，等融会贯通，再将其赠与师父。罢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了。如果有机会，你跟在他身边也不错。您刚才不是说不要变成他人的陪衬吗？真阳剑主又不是一般人，哎，不说了，你赶紧修炼吧。公子，见过公子，见过公子。真是惨。是啊，见过公子。公子来了。公子，浩一龙杀了你师兄黄哲彦，今早派人将尸体送了过来。他怎么敢？师父呢？他想找浩一龙拼命，被我拦下来了，现在正在守灵。另外，浩一龙要公子3天内前往昊天宗，否则每过1日就杀一个药王峰的弟子。他想逼你自投罗网，去不得呀！大师兄从未有过背叛之心，昊天宗如此做派，简直丧尽天良！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公子打算怎么做？自然是斩了他的圣意附体。昊天老祖如今附在浩一龙身上，加上还有昊天剑阵，恐怕难以应付。除非真阳剑诀能再提升一个层次，或可一提。听说道阴宗的大道天音听上一曲能快速提高悟性，要不要找他们帮忙？大道天音，等我击败过师兄后，就去道阴宗。雨瑶刚刚闭关，不成武王不出关，所以为表诚意，
我会送他一门地阶武学，助他立刻突破。而且，我也需要他先突破武王，再吹奏大道天音。看他模样，不像说笑。既如此，我这就传他过来。见过真阳剑主。时间紧迫，我直接带你去拿传承。雨瑶，这是哪里？炎荒秘境，那是神武玉璧，将真元注入其中，就能得到地阶武学。我有求于你，没必要耍诈。剑主误会了，我只是有些受宠若惊。是神阶音律武学，恭喜！竟有人配得上神龙八音，真是难得，难得呀！这位是秘境之灵前辈，公子大恩，雨瑶铭记于心，今后定会涌泉相报。小子，你要是跟他神念双修，就能共领道境，可喜可贺呀！前辈，你怎么老没个正形？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。哼，年少不知双修好，一个人的力量哪有两个人的？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别在意啊。我马上尝试突破。以他的资质和毅力，将来定会成为大陆1等1的高手。玉箫仙子，接下来就劳烦你了。剑主客气了，叫我雨瑶就好。不过在开始前，必须先说明一些事情。通常武者的悟性分2个部分，一是神魂强度，2是神魂状态。简而言之，神魂越强，活跃度越高，悟性越好。这个我懂。而神魂的强弱取决于神念因子的数量。神念因子不会无故增多。大道天音的原理是将我和你的神念因子相结合，形成新的神念因子。而新的神念因子最多存在12个时辰。也就是说，听完大道天音，我只有1天时间处于悟性暴涨的状态。这不就是神念双修，一起修起来吗？